在去年的今天，女施主，你是谁家的女子？怎么在此哭泣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是什么人啊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赶快送我回去啊！否则我父王不会饶你的。哎呀，这是布金寺，我是这寺院的住持。哎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天竺国的公主啊！你是天竺国的公主，为何现在到我这寺庙中来？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就和几个宫女在花园里跳着蹦着，忽然刮起一阵狂风，结果这阵风就把我刮到这里来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。方丈师傅为何不将他送回国，见他父王呢？难道说他父王也不知道他丢了个女儿，也不派人出来找找？哎，第二天，我立马设法到天竺国打听，这才知道，皇宫里头还有一个公主。啊，难道说还有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公主在宫里？哎，也不是。那我们谁也说不清楚，我们哪儿见得到公主啊？不过，我知道公主没有丢失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很蹊跷。可是什么蹊跷也说不清楚，这件事情又不好张扬，我又怕惹出大祸来，到时候又怕伤害了这个小女子的性命，我就把她锁在了这间空房子里，留下一扇窗户，给她送茶、送饭，暂时安歇而已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就当着众僧的面，告诉他们，这个女子是一个妖邪，我就把她捆了。可是，我们是僧人，我们是慈悲之人呢，我哪能伤害她的性命呢？每天给她送2顿粗茶淡饭，可惜这个孩子闹性子，发脾气，乱哭乱骂。后来，也只好挨着日子了。不过到了夜晚，他时常思念父母，在那里哭泣。我看呢，情真意切，倒不像是假的。他若是个妖怪，早跳出来吃人了。可就不知道他为什么称自己是公主啊？我看不是真公主，就一定是疯子。哦，万王圣僧到了天竺国中，广施法力，便明啊！梦中人，你带我走吧，你带我走吧！你这疯婆娘，老说自己是真公主，还说什么梦中人？谁是你梦中人啊？我真的是公主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可以到我宫中去看。我宫中还有亲手帮你画的画像。我求求你，救我出去，救我出去！姑娘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但是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先待在这里吧。你带不带我走嘛？如果你不带我走，我现在死在你面前。你带不带我走？我们有话好商量啊。这大白馍馍是我的，少师弟，这猴哥的吧？我替他保管啊。
就知道吃。这干什么呀？这都是给师傅的。全给师傅啊？对啊，师傅身子弱，知道吗？这我身子也弱。幸好这姑娘只是撞破了点皮，上了金疮药就没什么大碍了。哎，这女子性子太烈，实在难以相处啊。你要带一个女儿家同行，恐多有不便呐。吃。我的梦中人！你干嘛？干什么？你不要碰我！拿开，拿开一点！这拿开就拿开，是谁怕谁啊？你瞧瞧你这脏兮兮的样子，你我哪里脏啊？哼！过去！你看看，不要碰我！你看，你比我还脏！你勺去，你瞅瞅。梦中人，只要跟在你旁边，我可以打扮成男的。悟空，你觉得呢？那没办法，跟我们在一起只能扮和尚。啊？别让我剃头，可不可以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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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不要剃头。这样吧，给你顶僧帽也不难啊。哼，就你好心，我可没多余的啊。谢谢哥哥，你真是好人。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吧？梦中人，你说呢？先放手再说。姑娘，要与我同行，事事都得听我方可。当然了，我一定听你的，我一定听你的。对不起。以后要口称我师傅，而且以后没有我允许，不许开口说话，不许动手动脚，知道吗？主持方丈，麻烦你让他沐浴更衣，我等也好尽早启程。上师弟，这个公主啊，看来是真的，她长得多漂亮啊！你就知道以貌取人，看她那脾气性情，没什么教养，肯定是个假的。哎，讲我坏话，我听到了，你们跟我小心一点。真像真的。好的。师傅，你看前面有个驿站，咱们先住下吧。好，走吧。走。快走吧。得了。请。敢问国师，唐朝地处何方啊？在南瞻部洲中华之地。几乎远如天边啊！圣承大人，不知上国天年几何呀？我这里是大天竺国，自太祖太宗传到今天已500余年，现在位的国王号作嫡宗皇帝，今已28年了。贫僧今日要去见驾倒换官文，不知可是陛下升殿之日啊？正是时机呀！只因我国公主娘娘年登20青春，正在十字街头高洁彩楼，抛打绣球，撞天婚，招驸马呢。你说什么？他怎么可以抛绣球？他怎么可以帮我招驸马呢？太过！是啊，公主招驸马那又如何？今日正当热闹之际，想必国王还未退朝。若要倒换官文呐，趁此时去最好。好，如此，烦请大人给贫僧安排住处，也好整理仪容，以便上朝。这位国师，这边请。好。请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跟我抢你！国师，请先在此地安歇，下官先告退了。公主要抛绣球选丈夫。
这绣球啊，要是打到谁的头上，哎呀，那到时候可就是一步登天了啊！连个9族8代呀，都跟着沾光。嘿嘿，那到时候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这呆子，又在这胡说八道！那一个国家没主没贵，天下大乱就称你心愿了？我胡说什么了我啊？不管咱们是路过大唐天朝也好，还是路过那些小国也好，哪个国家不是这样？哪个国家不是如此啊？你瞧给你委屈的，就跟你受多大罪似的。瞧给你委屈的那副酸劲儿。哪个官儿逼你去保师傅西天取经了？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住口！你们都给我住口！哎，我才是公主，我才是真公主哎！什么公主要抛绣球？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姑娘，难道天竺国里就一个公主吗？没错，我爹娘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。如果有人说她是什么公主的，那肯定是一个冒牌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看看，到底哪个贱人敢冒充我！走开，别碰我！你凭什么说你是真公主啊？你拿什么去信别人？我们还没信你呢。就算你是真的，宫里面是假的，他若跟你见面，岂不设法害你，才能高枕无忧啊？师傅，那公主都是长在深宫大院，有人伺候的，那是不能随便出宫的。哪像你一个流浪街头的女子，你凭什么说你是真的？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有人冒充我的名字，替我选丈夫吧？他又没让你替他进洞房，你紧张什么？悟空，姑娘，跟我说的话如果不算数，我随时可以让悟空送你回牢里去。我告诉你，我一个筋斗云不消眨眼的功夫，就可以把你打回牢房，打回牢房。闹够了没有？悟净，快收拾收拾，我们上朝面亲去。师傅，我保你去。好，悟空。凭什么呀？每回露头露脸的事儿都由你出头。二师兄，就你这副嘴脸啊，别到外面丢人去了，还是让大师兄去吧。啊，我这副嘴脸怎么了啊？你还别说，我告诉你，咱们几个人啊，除了师傅他老人家以外，还有咱们猴哥以外，那咱俩谁也别说谁。你比我长得还丑。师傅，你看多热闹！要开始了，快点！想当初，我俗家的先母也是抛打绣球节的艺人，都说10里不同俗，想不到这数万里之遥的天竺国也有这样的风俗。师傅，咱们也去看个热闹吧。算了，你我师徒去看这种热闹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还是去见陛下倒换官文吧。师傅，你忘了那布金寺老和尚说的话了吗？咱们一是看绣楼，二是看看那公主到底是真是假。再说了，那公主招亲一定是全国上下忙忙碌碌，那皇帝哪有时间做朝理事啊？咱们还是去看热闹吧。走，师傅。走吧，走吧。凭什么打人呢？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！哎呦，凭什么打人家你干什么？就是我们着急惹你了。我这么难过，这么着急，难道你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汨罗公主这辈子谁也不嫁，我只嫁给我的梦中人，就是你们的师傅唐三藏。哼，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是公主还是疯子，你这辈子啊，休想！好啊，我堂堂一国的公主，我叫谁还俗，她就得还俗。否则，只要我一句话，我就能叫我父王不给你们倒换官文。哼，到时候你们别想去西天取经。不是，
你说你一个堂堂的公主，你又不是什么女妖怪，你为什么非得嫁给我师傅他老人家呀？因为我从小就时常梦到他，而且我还把他画下来。可是，在我梦中，他不是和尚，他留着一头漂亮的长头发，而且穿着一身金色的衣裳。说有多俊俏就有多俊俏。我敢说啊，他上辈子不是我的恋人，就肯定是我的丈夫。不可能啊！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师傅他老人家呀，那是当了10世的好人，而且每一辈子那都是修佛学道，嘿嘿，10有8九啊，那都是光头。嘿，再说了，我师傅他老人家呀，那是从来不近女色，所以说这些女妖怪都想嫁给我师傅，那都是为了得到我师傅他老人家那10世元阳真身啊！嘿嘿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他就是我的梦中人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出生只是为了嫁给他。你再给我乱说话，再说，我打死你个猪八戒！打死你！救我呀！哎呀！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信不信？我们马上送你回布金寺，叫你老死在那儿，逞什么公主的威风？哼！好哥哥，好哥哥，我不吵不闹嘛。但我求求你，你带我去街上去看抛绣球嘛，至少你要让我知道究竟是谁在冒充我吧。如果有一天我回去了，那个丈夫不称我的心意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可是师傅交代我们不能在这儿惹事儿，我们不能离开这儿啊。好吧，既然你们不去，那我自己去。哼，就凭我们的本事还拦不住你，想走试试看。对，试试看呢。少爷，他在干什么？好像是啊！放火！哎呀！哎，快救我！救我的金主！哎呀，二师兄，快点！让我这些救人的嘛！哎呀，快！哎呦，我还快救我！师傅，你看，怎么样？有妖气吗？也没怎么见什么妖气呀。这妖气强弱要看妖精本身心性如何，就像那蜈蚣精，一心想走正道，所以他身上就没有妖气，只有仙气呀。只不过他过不了情欲这关，所以丹田下方才有团黑气呀。师傅，这么说，就算这公主是假的，也是个人身。哎，那倒未必，师傅，要看到真人才能知道。悟空，你过来，随师傅去看看。哟，和尚，不在庙里清修，嘿，和尚，嘿，还想当驸马呀？哎，就是，嘿，瞧你这7分不像人样的毛猴样，就算是接到了绣球，公主也会悔婚的。哎，你呀，趁早闪开吧，闪开！你和尚抢什么绣球啊？走。我中了！
一个和尚抢到了，真是。你看这和尚还凑什么热闹？是啊。快，和尚抢什么秀场？救我呀！是这头头。弟啊，在。是。哦，师傅，你看，阿弥陀佛。叩见贵人，请贵人入朝堂贺喜。都是你害的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绣球砸到你头上，这是天意，这也怪我。师傅，你就跟他们去吧，没事儿。我回驿馆和八戒、沙僧打个招呼，要是公主不招你便罢，换了官文就走。如果一定要招你，你就对国王说，招我徒弟来，我要吩咐他们一声。哎，还是小心为上，别扔下我一个人啊！嘿嘿，现在灵山在望，你想甩了我，我还不答应呢。走了，悟空。叩见贵人，请贵人入朝堂贺喜。这。贵人，公主。贵人，这是我国的礼数，不可不遵。这。陛下，公主招到了乘龙快婿。好啊，招的是什么人啊？公主搀着一个和尚，像是绣球抛中，正在午门候旨。哦，如何招了个和尚？好吧，宣来意见吧，去吧。陛下，既然是个和尚，赶出去再选一个，并无不可啊。你们没听说吗？公主已经搀着那和尚了，像是对他有意思。是啊，难得公主1年来性情大好，就顺着公主的意思吧。你们被他拉过耳朵、揪过胡子，都吓破胆了吧？唉，都是朕教女无方啊。不知怎么着，连朕都怕着他。陛下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您哪是怕他呀？陛下，这完全是爱女心切呀，是不是？幸好公主已长大，这1年来，我们看到的公主真是乖巧可人的很呐。公主与贵人到，请。叩见父王。阿弥陀佛。罢了，公主免礼，让父王好好看看这和尚。谢父王。和尚，你是从哪里来啊？怎么会被公主的绣球打中呢？贫僧乃南瞻部洲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，因为有长路官文，特来朝王导唤。路过十字街彩楼下，不想公主娘娘抛绣球打在贫僧身上，贫僧乃出家之人，怎么敢与金枝玉叶为偶呢？
还望陛下赦贫僧死罪，倒换官文，打发贫僧早赴灵山，永感陛下大恩呐。你乃东土圣僧，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！公主她年近20，尚未婚配，正因为今日是大吉之期，所以结彩楼抛绣球，以求佳偶。巧的是，被你这和尚接中了。朕其实也不想应了这门亲事啊。父王，常言道，嫁鸡随鸡，嫁犬随犬。女儿是有誓愿在先，告诉天地神明，撞天婚抛打，今日会打着圣僧，正是前世之缘，才有今生之遇，岂能随意更移呢？女儿愿召他为驸马。父王管得了天下，却管不了你这个女儿啊！传旨，命青天监正太官选择佳期，与公主成婚，并告谕天下。且慢，恕贫僧难以从命啊！大胆和尚，朕以一国之父招你做驸马，你为何不肯？还念念的只要取经。好，你若再推辞，就将锦衣官校推出去斩了。陛下，敢蒙陛下大恩，不敢不奉。只是贫僧一行4人，还有3个徒弟在外，还望陛下召他们3人到此，倒换官文，好让他们早日离去。好吧，那就随你的意吧。传旨。是，传旨。不会吧？哪来的妖怪捣乱呐？啊！哼，妖怪！哎，这个就是妖怪。大师兄，是这样的，幸好啊，师傅穿了御赐袈裟出去，还把要紧的通关文牒也带走了。这把大火呀，只烧了一些破旧衣服跟经书，衣服烧了就算了，经书嘛，师傅已经倒背如流了，再默一遍也不难。哎，嘿嘿。你是不是很想知道那公主选了谁当驸马？嗯，我知道，她招的是我的梦中人嘛。他不要脸，他不要脸！我要杀了他，放我走，让我去杀了那个贱人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呀，别闹了！哎，当初就是不听我的，我出这主意就是不听。哎。我要是一路的小跑奔到这彩楼之下，让这公主打中我的头，招我为驸马以后，我就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到时候也别做什么和尚了，就跟着我老朱，咱们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到时候岂不美哉，岂不妙哉？哎呀，你也不嫌害臊，你还真敢说呀！哎，你是2两银子买了头老驴，自己都夸自己啊！你想，那绣球要是抛中你啊，就连夜给阎王爷烧钱退婚都晚了。谁敢招你这晦气进门啊？这呆傻的傻和尚，你懂什么呀你？是我老朱，长得是丑了那么一点儿。但咱长得耐看呢，自古道皮糙肉厚，美不够啊！你懂吗你？你这呆子，别在这胡说八道，赶紧收拾东西到宫里去保护师傅。猴哥，那师傅他老人家是去宫里做驸马，那宫里有国王的女儿陪着，人家呢现在小日子过得比神仙还快活呢。这又不是跋山涉水、伏魔擒妖的，要你保护什么呀？咦，你这个淫猪，师傅何曾这么想过？嗨，猴子，你不是进宫去保你师傅了吗？那有没有看到公主啊？哎，嘿嘿，巧的是就是没有看清楚她长得什么模样。哎，这事老孙也觉得蹊跷。他们都认定她是真公主，要是假货，那怎么连自己父母都认不出来呢？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，我不相信。没什么相不相信的。哎，
照理说这个妖怪变人，只能学到3分模样，怎么连性格都学得这么像啊？想当年我老孙变牛魔王的时候，没2下就让红孩儿认出来了。怎么可能自己父母认不出自己女儿呢？哎，这也不一定啊。他们毕竟是肉眼凡胎，没见过妖怪，所以啊，见到皮身就以为是真的了。那这么说来，只要你能保我进宫见我的父王跟母后，他们就可以认得我了啊？哎，你还真敢进宫去见爹娘？要是当场让人家认出是假的，那还不咔嚓当场砍头啊！嘿，哎，你怎么认为他是假的？你该认为他是真的才对啊！凭什么？哎，你不是常说这有钱人就会欺负人？哎，你看看他，又刁蛮又任性，就会欺负咱们2个，还放火烧东西，这做派多像有钱人啊！哎，说不定她还真是真公主啊！有理，可能是真的。废话，我本来就是真公主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这样欺负我、数落我，不好好伺候我，到时候我会加倍还给你们。好啊，还我呀！我老孙正愁没麻烦找我呢。我带你进宫。真的吗？圣上有旨，差下官来请3位神僧，可你们有4位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师傅在路上新招的徒弟，他给忘了。不过因为他不听管教，我们几个就把他绑起来，好好管管他。麻烦你通禀，我们是4个人啊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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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走！公主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使的是晋升术，如果你要是再闹，我就使定身术，让你永远动不了。站好！难怪不金寺要把你关起来。参见陛下。驸马不是说有3个徒弟吗？怎么多了一个？这位是我们到天竺国新招的小师弟啊，是吧，师傅？是的，是的。贫僧已经习惯自称有3个徒弟呀。臣奉旨查看天象，本年本月12日乃是良辰吉日，宜配婚姻。今日是何日辰呢？今日是初8，也就是说还有4天便可为公主举行大婚。好，着当御驾官打扫御花园留春亭，请驸马3位高徒安歇，等到吉日再安排合卺家宴，与公主婚配。师弟，这天竺国可真大呀！师傅，走啊！你看看这金光闪闪的，哎呀，真好！你看这个，八戒，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师傅。难怪叫刘春亭，是专门招待贵客的。师傅，谢。哎呀，真宽敞这儿。善师，好吃。哎呀，这店内没有外人，你可以说话了。师傅，是我给他下的咒，就怕他进到皇宫内胡说八道啊！啊？哎呀，还不快解！好，姐，我在梦中。师傅，我想说的是，我终于回到这个宫中了，我一定要拿那幅画给你看，证明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停！你不能轻举妄动，这宫里的公主是真是假，我自能分辨。对，武大师兄有这个本事，能分辨出你是人还是妖怪。不错，你还是乖乖待着吧。否则以俺老孙的脾气，天王老子我都敢打，何况你个什么公主，打死你！哎，师傅，反正咱们也到宫中了，随时可以见到公主，我去就回。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
参见长老，陛下特遣奴才来请长老同游御花园。好的，就来。啊，真好吃啊！哎，是啊。八戒、武进，哎，是师傅。师傅，我先出去一下，别光顾着吃，看好他。师傅，你就放心吧，他这回要还杀人，我老猪绝不会放过他。对啊，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不会让他走掉的啊。啊，武进，看好八戒。好。哎，你别吃了，师傅不让你吃。我说干什么去？哎，哪儿去啊？我1年没回家了，到处走走看看不行吗？不行。你觉得你们2个这样夹着，我走得掉吗？不行。贫僧参见陛下。陛下，贫僧万里之遥来到天竺国，与公主素昧平生，只怕日后相处难捏分寸呐。贫僧还望陛下能把公主心性赐告一二。实不相瞒，帕罗公主选你为夫是有其原因的。她自幼常梦见一个男子，而且亲手绘下了这个男子的容貌，便以你的模样一般无二。哦，世上竟有如此神奇之事！哼，还有更神奇的呢。她在这1年里心性大变。此话怎讲？公主自幼骄纵任性，稍有不顺心之事，对下人不是打便是骂。饮食不合胃口，掀桌翻凳那也就罢了，若惹毛了她，放火烧房子都不足为怪。果然是公主脾气呀！唉，她心情不畅的时候，连母后也敢打呀，就连朕还挨过她的窝心脚呢。她3番5次的闯进大殿，对那些文武大臣不是拉耳朵就是揪胡子，拳打脚踢。有一次还发生了更可怕的事啊！他的宫女不小心说了“兔子”2个字，就让他拿着发簪乱刺脸庞，将那宫女毁了容啊！为何不能说“兔子”2字？这也没人知道。公主自幼什么毒虫蛇鼠都不怕，就怕兔子。别说见不能见，就连说都不能说，宫中无人敢说这2个字。这也就是朕提醒你最要紧之事，希望你莫犯此大戒呀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这个女儿从小就又爱又怕，她天生一种气势，让人不可触犯。我常想，也可能她是一种凶星降世来折磨朕以皇后的。可怜的皇后为她日夜操心，得了一种正中之症，药石罔效，差点没了命。哎，那她后来又是如何转了性子？她到了15岁，又开始设法逃出宫去，还曾下迷药迷倒了一宫的人。好不容易把她找回来，她又闹着不是上吊就是撞墙，寻死觅活的。在去年的一个晚上，她忽然失踪了，问宫女说是在月下观花，我们只当她又逃出宫去了。其实，她并没有逃出宫吧？没有，她在宫里的一处土地庙外徘徊，说是给土地公上个香而已。问我们何必大惊小怪，然后啊，奇迹就发生了。她就此心性大变，她心性变得如何呢？唉，像是朕与皇后日夜求神拜佛，感动了上苍，让我们的女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公主。阿弥陀佛。拜见母后。帕罗，不必行此大礼，快过来坐。是。母后啊，正有话等着问你呢。听说你招了个和尚当驸马。母后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女儿终于找到那个画中人了。希望以后父王跟母后不要嫌弃他无才无势。哎，咱们帝王之家最不缺的就是钱势，只要你中意他就好了。帝呀，把药膳拿过来。是。
嘿嘿，来的正好，让我老孙听个仔细。母后，这可是女儿亲自为你调配的药膳。哎，今天是你的招亲之日，忙都忙坏了，你何必还要弄这些呢？再说，母后的身体经过你的调理，已经痊愈了，不必再喝这些药膳了啊。母后，这些药膳可是按着4季计算节分配制而成的，可以延年益寿。少这一日是无大碍，但如果按时按日服用，那样效果才会好。皇后娘娘，您就趁热喝了吧，这是公主的一番心意。好。等待千百年，弹指一挥转瞬间。问翻天，这条路还有多远？苦苦追寻千百年，只为完成我夙愿。问翻天，真爱何时能洒落人间？那朝朝暮仿佛就在昨天，不知道见是不见，念是不念。那千山万水掠过我的身边，天地一变，我心不变。千百年，繁华若梦转瞬间。问翻天，为何人生难两全？苦苦追寻千百年，人爱之心不曾